本期分享如何使用 Mailboot Google 自动挂机脚本批量注册 Gmail 邮箱。本期是 Mailboot Google 自动注册 Gmail 邮箱专辑的第一集。这个专辑主要分享 Gmail 邮箱的注册、养号的小技巧。不论你是做什么行业的，只要你在油管上看到我这个视频，相信你肯定知道 Gmail 账号的用处和价值。看完视频，如果你对我的脚本和视频有任何问题，可以使用视频说明区的电报链接进群交流。Money Hom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频道主要分享各种网赚项目及网赚项目相关技术。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帮我点一个赞。如果你不想错过我的其他视频，就请你关注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再次声明，我分享的只是网赚的技术实现方式，并不对最终结果负责。如果你希望马上并且100%能赚到钱，现在就可以关闭视频了。如果你还没有关闭视频，说明你对今天的分享内容非常感兴趣。闲话不扯了，下面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一、拥有 Gmail 邮箱的5个好处。第一点，拥有 Gmail 邮箱，你就获得了所有谷歌系服务的登录账号。第二点，如果你是游戏玩家，很多游戏也是可以通过 Gmail 账户登录的。第三点，如果你是网购买手，很多网站都接受 Gmail 邮箱直接登录使用的。第四，如果你是跨境电商从业人员，拥有大量的 Gmail 账户，你可以做配合自己的其他工具实现刷单、引流等业务模型。第五，如果你是网赚从业人员，拥有大量 Gmail 账号，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更多了，懂得自然懂。二、为什么使用 Mailboot Google 脚本？使用 Mailboot Google 脚本生产出来的 Gmail 账户会比你直接在其他网站上购买的 Gmail 账户便宜。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最便宜的当天注册的是1块5毛钱人民币一个。我有计算过，即便加上脚本使用费以及各位以后要使用的动态代理，还有接码平台的成本，我们的成本依然会比1块5毛钱人民币要低。二、使用 Mailboot Google 脚本生产出来的 Gmail 账户全程都在你的控制范围以内，所有注册细节你都可以把控。第三点， Mailboot Google 脚本将由我长期维护，即便遇到注册流程变更等问题，我也会马上修复。四、使用 Mailboot Google 脚本后，你将免费得到一个养号的工具，所有生产出来的 Gmail 账号每天都会由 Health Check Google 自动养号，出现问题的号你也可以及时发现并修复。三、使用 Mailboot Google 脚本需要准备哪些工具和资源？第一点，你需要有动态指纹。动态指纹是分配给 Mailboot Google 脚本使用的，主要做的是指纹的伪装。这里如果是老会员的话，大家都知道我是很遵从使用这套框架去购买动态指纹的。所以如果说是老会员，你们基本上可以无缝切换。如果是新会员的话，大家可以到我的视频说明区里面去查看一下如何购买动态指纹那个链接。第二，你需要准备的，你需要有恢复邮箱的账号和密码。我们这里注册好的 Gmail 账号，如果说出现问题的时候，是需要你使用恢复邮箱来作为最后的我们找回账号的一个方法。只要你的邮箱是可以在 Outlook、Foxmail 等第三方登录的邮箱，你之前有设置好的允许第三方工具登录的，不管你是 Outlook、QQ、Firefox 等等，只要第三方工具可以登录，都可以作为我们的恢复邮箱。第三点，接码平台的 key。 市面上有很多接码平台， Mailboot Google 脚本当前支持如下平台，我会打在我的视频的上面。我看了一下，大概有15个平台我们都是支持的。大家最出名的是这个 SSF-active.org 这个平台。在这个平台里面，
我会使用这个平台，稍后来给大家做一下我们的演示。最后一点，你需要的是准备好你的动态代理或者静态代理。这里看大家的这个用户需求吧。如果你是来生产 Gmail 账号卖给其他的人的话，那我建议你用动态代理。如果你是跨境电商从业人员，你自己本身就想拥有大量的 Gmail 账号，我建议你是用静态代理，也就是说一个静态 IP 注册一个 Gmail 账号。所以总结一下，你需要使用 Mailboot Google 脚本的时候，在此之前你可能需要准备4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动态指纹；第二件事情，恢复邮箱；第三件事情是你要有一个接码平台的账户，并且在里面充值，同时拿到这个 API 的 key， 也就是我们要接码的那个 API 的 key。第4点是你需要有动态代理或者是静态代理。第4，如何使用和配置 Mailboot Google 脚本？我这里以我现在启动的这个界面为例，这也是未来大家用的这个脚本的配置界面。当然，这个界面会改，因为我们会不断的去迭代。但是每一期迭代的时候，大的更新的时候，我都会拍出视频。现阶段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General， 你有一个第一个是 username 和 password， 这个是你需要在我这边加入会员以后，然后由我来给你开立 username 和 password， 并且发给到你的。第三个是 boot number，boot number 就是你需要开立多少个窗口来同时注册 Gmail 账号。第4个是 install path， 就是你的脚本安装在你的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哪一个路径，你的安装路径你要告诉我这套脚本。第4个是否去清理你的缓存。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的方式都是用动态代理的方式，使用完的用户数据文件夹都会立马被删掉。这里我多插一句，所有的被删掉的这个用户数据，当然你可以节约你的空间，但另一方面，在平台来看的话，也就是说你的脚本生产出来的流量，所有的都是首次观看你的视频，或者是首次打开你的链接，打开你的网站，所以之前的脚本在我们使用的这个动态方法里面，它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如果平台较真儿的话，所以这一次我们有改掉，全部都会缓存我们的用户数据。当然，这里会牺牲掉我们的硬盘空间。那我们清理这个 Clean Cache， 清理的是什么？清理的是你下载好的图片、下载好的一些音频，还有 CSS 这些文件会清理掉，以尽可能节约我们的硬盘空间。然后最后一个这个 profile ID list， 这个讲的是什么呢？是说我们这次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执行几号的我打开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比如说我现在打开的是取名叫1、2、3、4、5，你甚至可以写上6、7。都可以，那代表的是说，这一次我们启动脚本的时候，我们将注册7个账户。你如果说需要注册100个，那就是用1写到100。那当然，这里也有一个更简单的方式，大家可以用这个 Excel 表格，我这里也演示一下。比如讲，我们需要去注册100个，那我们就一直拖，把它放成这个加号的形状，然后一直往下拖，这样一下就拖成21个。然后你再把这个拷贝，比如说我们把它拷贝，然后我们把它粘贴到这里，代表说我们这一次要执行申请21个账户。大家注意，就是最后一定是没有空行，也没有空格，这是
我们讲的第一个大模块里面的一个内容。第一个大模块 General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介绍。第二个，我们讲一下我们的 fingerprint key， 也就是我刚才在第三大点你需要准备的那些资源里面有一个 fingerprint key， 这个 key 是需要大家去购买的，链接也好，然后会员群是有拼了，这个我就不多说了，等大家如果进了会员群以后再说。然后我们重点讲一讲这个 perfect canvas，perfect canvas 讲的是说这里面的这个参数跟之前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升级在哪，在于说我们之前都是模拟了一堆噪音来告诉服务器说，哦，我现在模拟的是安卓，我现在模拟的是 Windows， 我现在模拟的是 iOS。但是事实上来说，在颗粒度比较细的一些平台有能力来做这种分析的时候，它就会知道说，你现在模拟的这个 Canvas 也好Audio 也好，这些设备的一些指纹参数存在的是噪音。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说，利用了另外一个工具，这个我在以后的视频当中我会拍出来。我们用第三方工具来捕获到我们本地的 Perfect Canvas 的这个值，而这个值未来是一个字符串，很长很长的一个字符串，是大家看的平台不同，它会越来越长。也就是说，它在本地用真实的这个显卡和你真实的系统硬件已经计算出来了一堆这种值。当其他网站来请求你来验证你的 Canvas 的指纹的时候，验证你相关指纹指标的时候，那这一段代码就可以替换掉，从而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这个指纹信息给到目标平台。这是我们这一次版本里面最大的一个特色。然后第三个是 device type， 就是我们需要或者我们希望模拟什么样的一个设备来注册我们的 Gmail 账号啊？当前来看的话，我们当前只开放了 Microsoft Windows 还有安卓，其他的为什么没有开放？原因在于每一个都需要去适配，而我现在没有太多时间，暂时只开放了2个。好，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二个 fingerprint 的这样的一个界面。第三个是 proxy 是我们的一个代理的一个配置信息。代理的配置信息，如果大家不懂的话，可以翻看我之前网赚必备工具所有的视频里面，我都有详细介绍过。那我们仍然是按照这个格式，比如说是 username 冒号 password 冒号等等等等。哦，不对，是域名冒号端口冒号 username 冒号 password， 是这样的一个格式来做我们的定义。然后我们讲第二个 country 是说，我们知道我有拍过一集 Gmail 账号的归属地的问题，所以你的首次登录的 IP 的来源就决定了你这个 Gmail 账户它是归属于哪个地方。那我们现在呢，暂时走通的是US， 至于欧盟经济区的，我们正在测试。其实我也有做，但是没有集成在这个发布版本当中，所以我没有去做。US 和 CEA 是一样的，它的整个注册流程，包括它点击的按钮各方面都是一样的，但是 GB 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未来我会发布，如果会员们需要这个 GB 的这个Gmail 账号的话，我们可以开放出来这部分的功能出来。好，这就是整个第三部分 proxy 这样我们的一个介绍。第四个是我们的解码平台的一个配置。解码平台这里我简单讲一讲吧，就是我们当前支持了这么多平台，大部分的都集中在俄罗斯，然后大家有空自己也可以去注册玩一玩，但用的最多的更多的是第一个这个 SMS-active.org 这个平台，这个平台国人用的很多，
然后你充完值以后，你可以去拿到一个 key，这个 key 是首先你要去产生一个 generate 一个 key，然后它会发一个邮件到你的邮箱，然后你打开这份邮件，再点击一次，才会出现这个 key 的值，把这个 key 复制过来，然后你希望的这个电话号码 SMS 的国家是哪一块？这个地方大家需要到这个平台上 sms-active.org 这个平台去查。我现在用的性价比比较高的是哥伦比亚的，所以它哥伦比亚的缩写就是 CO，这一块是你可以自己去填的，但是我们现在只支持说一次只写一个。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你的最高出价，因为这个平台使用 API 以后，它会有竞价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比如说，我现阶段可能接一个哥伦比亚的短信，可能大概也就是10个卢布，但是它的价格和数量都不一样的。如果它出现浮动的时候，为了保证你的程序能够继续运行，那你要设置一个最高出价。也就是说，当我的哥伦比亚现在一个接码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它超过15卢布的时候，我就不会去竞价了。如果没有超过的话，我就去竞价。当我竞价以后，竞价成功以后，我才拿到了一个电话号码，然后把电话号码写到谷歌的那个注册流程当中，等待谷歌注册流程发送这个验证码给到这个电话号码。我在拿到这个电话号码以后，再把这个电话号码填到谷歌的那个注册流程，以证明说 OK 这个流程我们已经走通。这个我们待会儿可以看一看就知道了。然后我们讲最后一个 recovery email，这个 recovery email 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很多现在购买一天的这样的一个邮箱，就当天注册的这样的一个 Gmail 邮箱的时候，虽然价格便宜，但很多可能你拿到手以后，你可能就不能用了。原因在于它少了很多步骤，比如说，当然你做的最好的是2步验证你全部做，我们现在只做了一步，就是绑定一个恢复邮箱，这样的话你以后你可以自己来找回你自己的邮箱，通过这个恢复邮箱，我们这一步也帮大家有做过，但是你需要的是说你自己要有一个你自己完全可控的一个邮箱，并且第三方工具是可以登录的，那么你就可以使用我这套方案把这个邮箱作为恢复邮箱来设置。好，这就是整个我们的脚本配置的一个说明。稍后我们来演示一下整个的一个过程。好，现在我们程序开始运行，然后我开了3个窗口，现在3个窗口都有验证通过，并且告诉你当前这个账号只剩下3个配额了，也就是说只能注册3个邮箱。我们这里的第一步是说，我们去验证你的这个 IP 是否是我们指定的那个国家，比如说是 US。然后第二步来说是验证你当前的流量是否已经被识别为机器人流量。大家有看到这里有一个 boot detection。当这2步都做完以后，然后我们会从服务器去拿我们要生成的或者要注册的 Gmail 邮箱的配置信息，比如说这3个都已经拿到了，分别是 Thomas，然后这个 Martin，然后这个看不清楚，然后这3个信息我们都是动态的去做的。
然后当我们打开以后，我们三个都可以打开给大家看看，它会把这些 first name 啊、last name 啊，然后他的生日啊，都注册信息都正确的填写进去。然后这里大家留心一下，我每一步都会去验证当前的 IP 是否会被改变。如果当前的 IP 已经改变了，那么我就会从头来，以保证说我们这个账号自始至尾、从头至尾都是一个账号一个 IP 注册的。我们继续看看3号。这太大了，刚好拿一个，你们能完整的看得到。对，拿这个就好。刚才有讲到说我们的邮箱的那个命名方式，我们也是first name 加上 last name，再加上你生日的年月日这样的一个命名格式。好，我们看一下2号窗口有报错，但是我们当前的这个窗口没有报错。这个时候他已经去拿我们的电话号码了，大家认真看这个地方，我们待会儿再讲那个报错的地方。好，已经拿到了，开始填写，+57。好，这个时候我们在等那边解码平台回传给我们一个信息。啊，这么快？这个地方就要填我们的这个恢复邮箱了，大家注意到没有？啊，这个地方比它还快。好，大家看到这个熟悉的界面，代表我们的邮箱已经全部注册好了。第一个邮箱 Thomas 的邮箱已经注册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来验证我们的恢复邮箱。验证恢复邮箱，给大家看一眼这个地方。稍后
这个地方会回传一个，我们会打开这个 Jeff Shaw 的这个邮箱，然后回传回来一个验证码。好，马上已经到了，然后我们点击，大家有看到，说明恢复邮箱已经被验证过了，在这最下面，大家看到了吗？然后我们会打印出来。好，这个我就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就把它先停下来了。刚才大家有留心到是说我们已经注册了一个 user-18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用户，然后最后一部分我们来展示一下这样的一个安装路径的文件结构以及我们的数据保存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大家的安装路径都会在这个根目录下面会有这4个文件夹 account cookies， 然后 mmh 下划线 config 以及我们的 profile。我们先讲一下 profile。profile 就是说我们之前有讲过，把所有的用户数据之前是用过一次就删掉，现在是把所有的用户数据，只要是申请到 Gmail 账号的这些用户数据，我们都保存下来。刚才我们是 user-18，所以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刚才有登录的谷歌的 cookie，包括你注册的其他的 cookie 都在这个里面，大家可以到时候有兴趣看。好，这是第3个，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 account。我们仍然打开我们这个第18个，大家有看到，我们刚才注册的 Thomas 的这个邮箱，在这里，然后它的邮箱地址是这个，密码我就打马赛克了。然后他刚才有申请的手机号码是这个，当前保存的文件路径在这个地方。好了，这就是整个的这个数据我给大家的展示。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帮我点一个赞。如果你不想错过我的其他视频，就请你关注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集见，拜拜。